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被嫌弃太普女，内娱咋开始普女批发了？最近，白鹿新剧《长月烬明》热播，作为优酷 S+ 级别项目，开播之前就宣传的铺天盖地，目前热度不错。剧好不好看，每个人评判标准不同。没想到，豆瓣置顶评论打3星的理由之一，竟然是女主太普。演仙女的女演员被吐槽过的并不少，之前周冬雨也被吐槽又矮又瘦，体态还不好，看着一点不仙，旁边的丫鬟看起来还更仙一点。但那会，大家还只是客气地说周冬雨不适合演仙女。到了白鹿这，直接一句太普，杀伤力度呈指数级上升。不够漂亮和非常普通是两个概念。什么时候起，普女这个词被用来形容女明星？本该站在颜值之巅的女明星，怎么会跟普女俩字挂上钩？内娱4大普女只是冰山一角。众所周知，审美是非常个人的事情。一件衣服尚且不能做到所有人都喜欢，更何况是无法挑选的长相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，可以说自己普通，被别人形容为普通还挺扎心的。美颜滤镜之所以能这么流行，就是因为每个人眼里的自己本来就很美，虽然滤镜是假的，我们深信自己的美是真的。普并不是什么好词，普通人都难以接受的形容，放到本该出陈绝伦的女明星身上，嘲讽值和刻薄度拉满。更想不到的是，造这个词原本就不是为了形容普通人，而是女明星专属。普女一词来源于一次豆瓣4普评选，最终虞书欣、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以最高票当选，被转成内娱4普。慢慢的，这个词越来越出圈，常常被用来形容娱乐圈不够漂亮的女明星。刷小 X 书时，我就曾看到过不少，除了上面的4位，沈月、袁冰妍等女演员也都被这么形容过。豆瓣爱搞这种引战的事情不稀奇，这个词能流传成常用词，显然是戳到了群众的 G 点。就像年初绝望的文盲能被传播，并不是因为出自央视，而是精准击中了大家的槽点。不得不承认，娱乐圈长相不够美艳的女明星越来越多。在《还珠格格》时代，镶边的格格晴儿常这样，丫鬟金锁常这样，以至于第3部的马伊琍和黄奕被吐槽颜值不够。到85花年代，颜值最普通的刘诗诗、虎扑女神进步了前25强，常这样。其余几位则不必说，各有各的美，直到现在还处于盛花期。再看看现在的几位当红小花：仙界美人小兰花、白衣仙女白梦妍、诛仙排名前3的清冷美女陆雪琪、我见犹怜的美人程少商。的确，当代小花的颜值跟动辄仙界第1美人的人设有些不一致。在网红年代到来以前，有个词叫做明星脸，更专业的是女主脸。能不能演女主做明星，业内人士一眼能判断个七七八八。最有名的是宋丹丹对杨紫的判断：闺女你这长相以后当不了演员，因为你不够漂亮。这话现在看来有些偏颇，但在当时宋丹丹的经验里，大部分女主角都是美人。神仙班级中戏96届6朵金花常这样：章子怡、曾黎、梅婷、胡静、袁泉、张彤。最没名气的张彤，郑建赵是这个水平。后来赵丽颖想当演员，面试新《还珠格格》时，琼瑶直言：你脸太圆，演不了主角。女演员不止颜值要高，连脸型都有精准的要求。虽然杨紫和赵丽颖如今都狠狠打了这些判断的脸，在当时业内人士的共识里，女演员等于漂亮，还的是不一般的漂亮。在我们的看剧经验里，也的确如此。
无论古装剧还是现代剧，即便女主是农村妇女，洗干净泥巴立马就能上剧院演戏。颜值顶峰的女明星，为什么越来越土？为什么时移世易，女演员没有出众颜值也能登顶一线呢？是观众对颜值越来越没要求吗？原因很多。首先，现在进圈的途径越来越多，明星成网红化趋势。而网红的显著特点就是离了滤镜不能活，真人跟照片几乎是诈骗的程度。如果说以前流行的说法是明星跟网红有弊，现在这堵墙壁也越来越矮。因为不够红而没能选上内娱四虎的沈月，就是网红出身，在她自己的微博里是一个妥妥的氛围感甜妹。一旦面对摄影师无情的镜头，身高劣势尽显。赵露思在走红以前也是网红出身，日常洗脸照也清新可爱，缺了滤镜却有点扛不住。白鹿也差不多，淘宝模特出身，擅长拍静态照，真要演大美女又显得差点意思。虞书欣的个人照更是非常典型的网红风。这些女演员在电视镜头之外，的确拿自己当网红在经营。目前看来，以后转行明星的网红也会越来越多。明星网红化趋势背后是越来越松散的演员选拔机制。以前琼瑶选演员是出了名的严格，眼睛要大，轮廓要独特，不仅的会哭，还要哭得漂亮。谁气质独特，就有机会做演员；谁演得好，就有机会一夜爆红。当年他拍《又见一帘幽梦》，名气很大的马景涛自荐出演费云帆，却被琼瑶一口否决，认定他咆哮式的演技不适合儒雅的费云帆，而启用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方中信。在琼瑶看来，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远远比演员的名气重要。如今的剧早已不是导演和编剧说了算，资本选中谁就能一直喂资源，观众只能被迫在这几个人的剧里面挑选。拍一部不行，就拍10部，只要下的注足够多，就总有中奖的几率。即使不报，天天看，看个眼熟，不红也红了。白鹿影视资源能上热搜，出道7年演17部剧，其中14部是女主，跟于正的利剑不无关系。虞书欣2015年就做演员出道，直到在2020年的《青春有你》第2季，因为一个挖鳄出圈，影视资源才越来越好，迅速蹿红。美女并没有变少，只是选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当走红变得理所当然，变美帝后天努力也变得可有可无。明星并不是天然跟普通人有弊，而是成为明星后，因为职业要求，把变美当成职业素养，不断提升气质和形体。倪妮和周冬雨就是典型。扮美养气质是个技术活，这一项业务能力现在被省略。对资本的宠儿来说，被选中了只分大红和小红，躺着也会有资源一直往嘴边喂，还有什么值得努力呢？上去就拍，拍完就火，火了再趁势头连轴转拍戏，连锻炼形体和气质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少，只能活在打光灯和女主专属滤镜下。更撞枪口的是，小花们扎堆拍的几乎都是古偶剧。首先的是一个仙界千年一遇的仙女，要撑得起人设，她们只能跟观众的审美眼光正面刚。现在看古偶的观众以女性居多，女性看女性的眼光比男性还要严苛。再退一步讲，即使颜值一般，如果业务能力非常出色，能够靠演技撑起来，观众也会半推半就离不开。目前看来，只有杨紫做到了，更多女明星则是盯着一般的颜值，承受着和实力不般配的名气和流量。谭松韵其实就不怎么漂亮，但大家不愿意用普女形容她，因为她靠的是气质和演技，把自己跟角色高度契合，观众就会看起来很舒服。再加上明星不断塌房，在观众心里祛魅，除了收入高高在上，
形象早已不再高高在上，被观众拿着放大镜评判也就不稀奇。普女这个词现在很敏感，因为很多女性听起来很刺耳，觉得这是厌女的一种。诚然，我们对女性外貌关注向来过多，这点值得注意。但这些占据过多资源的女明星，首先是明星，其次才是女性。不止普女，去年古装丑男也引起过广泛讨论。颜值全面下滑背后，是娱乐圈的低门槛和明星们日益下降的业务能力。评判普通人的外貌很没品，但要做高高在上的明星，怎么让自己更好看，不仅是职业外貌需求，更是塑造角色必备技能。应该卷起来啊！